闺蜜瞒着她男友做人流，转头她声称是我教唆她去医院弄死孩子的。她的坏种男友恨我入骨，举起屠刀将我砍死。濒死之际，她在我耳边冷笑：活该，下辈子别再多管闲事了。我死了，死在闺蜜男友的乱刀之下。当时我毫无防备地打开门，熊超的菜刀就向我劈来，我边竭力躲避，边高声喊许曼救命。万万没想到，10年的闺蜜情谊，关键时刻她居然只在一边旁观，没有做任何事。虽然奋力抵抗，可面对1.8米的壮汉，瞬间我就被砍得浑身窟窿眼，股骨冒鲜血。最后我被逼得瘫在墙角，熊超眼球爆红，已经完全丧失理智。我们有深仇大恨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我死？死之前我想弄清楚真相。听我这样问，许曼忽然流泪了。都是这个坏女人骗我去医院把你打掉了，今天一命换一命，你再等等，爸爸来报仇了。熊超却面色一厉，给我最后暴击。濒死之际，许曼在我耳边冷笑：活该，下辈子别再多管闲事了。再睁眼，我重生了，回到婚介所安排许曼和熊超第一次见面。婚介说了，这男的有钱着，别说豪车别墅了，每月还发我大几万的生活费。眼前年轻的许曼支着头，眼神写满贪婪。上一世听完分析，我劝阻他千万不要去赴约，优质男人都是不动产，怎么会40多了还在市场流通？他支支吾吾，好像有前科，才死流浪猫被同圈子的孤立了，虐待动物。我心惊，见微知著，这个人很可能有反社会人格，甚至家暴，搞不好是天生坏种。许曼本来也不傻，但他被婚介所避重就轻的说辞蒙蔽了，生怕错过这个金龟婿。我苦苦劝了好久，结果他不但不领情，还说我是嫉妒他。那晚他一意孤行去赴约了。刚开始许曼还向我炫耀男友送的名牌包和新手机，不料几个月后，许曼带着伤向我哭诉自己被熊超家暴了。之后她便被控制、威胁、暴力虐待，发现怀孕，她不敢留下孩子，也不敢告诉男友，只能偷偷求我带她去医院做手术人流。谁知道还是被发现了，她毫不犹豫甩锅，成功转移她的仇恨目标，将这笔账算到我头上。我死后，熊超被判终身监禁，他终于脱离苦海，卷走一大笔钱，换个城市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，而我却成了替死鬼，枉死在乱刀之下。此刻看着眼前这张故作柔弱的脸，我脑海里循环播放那句话：活该，下辈子别再多管闲事了。听人劝吃饱饭，好的，这辈子你想怎么作死就怎么作死，我绝不插手，这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哈，不必和我这个外人商量。察觉到我态度冷漠，许曼很是委屈，他红着眼睛可怜巴巴地说：可是万一他是个家暴男呢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怎么都不关心人家的安危啊？我觉得可笑，上一世你利用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？熊超性格暴虐，同时智商低，一拿捏，第一次见面他就把我掏心窝子劝他的话一一转述给他，营造出不介意他的年龄，包容他的前科，不离不弃的好女人氛围，同时拉低踩高。他埋下了一颗愤怒的种子，觉得我看不起他，坏得很。洗脑的种种手段，许曼玩得很溜，成功取得熊超信任。万事有因果，正是一点一滴的渗透积累，最终导致熊超对我举起屠刀。我淡淡打断许曼话头，所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得自己去了解。我小心翼翼，不给他留下任何画饼。他没听到想要的答案，不死心的追问：那如果你是我呢？你会和这种男人约会吗？我生怕引火烧身，避重就轻地说：大小姐，别在这凡尔赛了。从小到大追你的人排到法国，而我呢，从小就是一个小土妞，毕业到现在可是一朵桃花都没有，差距这么大，自然没法从你的视角考虑问题啊。这些话精准满足了许曼的虚荣心和优越感，他不再纠缠我说再考虑考虑，他当然不需要考虑，转头迫不及待地约见坏种男去了。我本想离这个灾星远远的，可两人没热乎几天，许曼又缠上来了。我刚下班推门看到许曼正敲着脚在我家沙发上吃榴莲，我惊得后退3步，才想起来他有我家钥匙。我俩从小邻居，情同姐妹，工作后我先定居，因为他也喜欢这个小区，我就帮他出了10来万，门对门凑了个小户型。现在回忆起来都想抽自己大嘴巴子，毛爷爷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？偏偏送给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最后害我性命。见我回来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怒意，转瞬又撒娇道：这几天忙啥呢？也不接人家电话呀。我只好自己进来了，不小心静音模式了。怎么了？我不动声色地脱外套，他神情扭捏。那个沈怀川明天约我，他之前送的项链刻了首字母，被熊超看到了。我就骗他说沈怀川是你的男朋友，礼物是你转送给我的，你可别露馅啊！为什么要拉我当挡箭牌？一听我不乐意，许曼立刻跳起来指着我骂：你蠢啊，这样他才不会怀疑我呀。他动不动喊打喊杀的，又蠢，说也说不明白，万一做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来，我不就危险了吗？想起来了，沈怀川是他后宫鱼塘的一员。上一世这次约会过后，沈怀川又送了许曼一只奢侈品包包，因为一直被吊着当备胎，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往包里塞了一封赤裸裸的求爱书，想把关系做实，用词之火辣堪称18禁。许曼美滋滋背着新包包出门，压根没想到里面还有个惊喜。晚上熊超送她回家，下车时信划出来了，当晚熊超就追杀过来了，许曼哭着来求救，求我把他藏进房间，留下我和熊超周旋。可任凭我怎么解释，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，只能无助地看着他狂躁，血红着双目，把我的新家砸了个稀巴烂，电视机生生被劈成2半，进口真皮沙发皮直接开膛破肚。警察来劝说许曼开门，隔着门缝，他卑微地向熊超解释，包是顾小冉转送给我的，沈怀川是她男朋友，跟我没关系，你相信我呀，我是被陷害的，我只爱你。最后他居然做干脆假证，帮熊超脱罪，对警方说虽然我损失惨重，但一切与熊超无关，都是误会。一通操作下来，两人居然成功抱头痛哭，成功复合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能自认倒霉。
即便这样，当时我居然都没有丝毫质疑过和许曼之间的友谊，我只当他私生活混乱，许曼长得好看，他也知道自己好看，靠着这点优势，原本家境局促的他从初中开始谈恋爱，同时辗转于几个男人之间疯狂收礼物，硬是过上了表面上白富美的生活。原本我不耻这种做法，转念一想，不管他在情场如何表现，并不影响我们交朋友，友谊长存第一条原则，尊重对方的私生活，所以我从不过问。现在想来，一个人在爱情里欺骗愚弄，只说明他三观不正，从根上就是个烂货，指望他边做渣女边对闺蜜赤诚，怎么可能？怪只怪当时我没有看透人性。许曼走后，我迅速头脑风暴。第二天，我悄悄尾随许曼出门，她穿了件包臀小短裙，被精心打理过的长卷发衬得女人味十足，喷了得有半瓶香水，离她10米远我都忍不住打喷嚏。今天绝对不简单。果然，她约见的正是沈怀川，两人等不及进房间，在走廊里就干柴烈火的啃上了，画面直辣眼睛。我咔嚓拍了几张艳照就赶紧撤了。上一世接到许曼的求救电话，我连白大褂都没来得及脱，第一时间冲回家保护她。这次我喝着奶茶，悠闲地欣赏手机屏幕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，还挺有节奏感的呢。估摸着差不多了，我才回拨过去，语气急促：什么？他还带了刀？好的好的，我现在马上赶回家，你别着急呀。挂上电话，我反手一个关机，悠哉打开电脑看直播。前几天我巧咪咪装了摄像头，顺便多装了一个，正对他家大门。画面里，许曼蓬头垢面冲到我家开门，试了好几次，大门纹丝不动。哦，忘了告诉他了，我已经换了个超强级别的锁芯，不防小偷专访闺蜜，要杀要打回你家做死去。这次我绝对不给这对鸭公鸡婆祸害我的机会了。他掏出手机，不可置信的试图打给我，一向由他搓圆揉扁的我，关键时刻回应他的只有嘟嘟忙音。他气疯了，举起凳子就要砸我家门，还好熊超及时赶到，他手里捏着情书，整个人杀气腾腾，不由分说拽着许曼的头发拖回家。一时间，对面传来了女人杀猪般的嚎叫，连带着乒乒乓乓的打摔和哭喊声，好不热闹。我随手拆了包薯片，哼着小曲，心情愉悦。可惜没过多久，动静开始变小了。难道这一世没有我的插手，许曼反而哄得更快？不行，我好戏还没看过瘾呢。我拿出准备好的新电话卡，选了一张酒店走廊的艳照发给熊超，又设置了几张定时发送。好人好事而已，不用谢，我叫雷锋。瞬间，对面又开始了新一轮暴力行为，眼看再搞下去要出人命了。对比上一世，许曼眼看我死却无动于衷，我和他的本质在区别在于，我有做人的良知和善念。按下110，我忽然犹豫了，转念拨了物业管家电话。就是这一瞬间的防人之心，又帮我避开了一个坑天大锅。等警方过来控制住场面，我才闪亮登场。一进门，许曼恶毒的眼光就扫射过来。这一世没有了我的保护，他被熊超伤得很重，浑身青肿，嘴角淌着血，衣服更是被扯得稀巴烂。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为什么关机？都怪你，事情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现在你高兴了吗？他不装了，喷毒的眸子里写满了对我的仇恨，仿佛是我命令熊超殴打他的。绿帽子是我骗他戴的，2条船是我给他找的，从来不反思自身的原因，出现问题倒擅长一股脑甩锅，责怪别人，找别人的茬，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这个女人都坏得无可救药。忽然来了几个车祸伤员，我被叫去帮忙，运病床把手机撞坏了。我指着刚刚在马路牙子上不小心蹭破的伤口，十分无辜，我已经用全力跑回来了，还摔了一跤呢。你看啊。这时，电视机里适时传出来新闻播报，附近路口刚发生一起小型车祸，伤员已经送往医院急救。许曼撇嘴，只能将责怪的话吞下去。他试图挽回熊超，我没骗你，那张照片脸都看不清，真的不是我，老公，我对警察叔叔发誓，我对你绝对忠心，你可别被有心之人骗了。熊超还没说话，叮一声，信息来了，高清放大版的艳照映入眼帘，瞎子都能确认女主角是谁。许曼像被电流击中，跳起来想抢手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他高声尖叫，都是假的，都是 P 的。我立刻挺身而出，对，我可以作证，沈怀川是我男朋友，我们都谈了好几年了，你们俩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可别被有心之人给害了。这些话表面上听起来是解围，其实我很清楚，在当下混乱的场景里，无异于火上浇油。熊超被刺激得彻底失去理智，发狂嚎叫，死死掐住许曼的脖子。他瞬间面色黑紫，抽搐着两脚乱蹬。2个身手敏捷的警察叔叔费力分开2人，将熊超铐在墙角，开始严肃地进行审问。你的伤情可以直接起诉，走，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。故意伤害罪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们都是目击证人，神转折来了，他的奇葩反应让警方目瞪口呆。他居然一门心思帮熊超脱罪，仿佛刚才差点被掐死的人不是他。我男朋友和我闹着玩呢，不知道怎么惊动了110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这都是我自己摔伤的，不关他的事。要知道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警方惊呆了，当事人这是嫌自己命大，还是觉得自己抗揍能力强？只有我知道，他这么委曲求全，说到底不过是舍不得金龟婿。说着，他忽然转过念想，扭头狠狠瞪我：顾小冉，是不是你报的警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是想害我老公留案底吗？是不是看我老公对我好，你嫉妒，想来破坏我们？随着许曼声讨，熊超眼睛里的恨意都快燃烧起来，捏紧拳头发出咯吱声，眼看又要重蹈覆辙。关键时刻，物业管家跑来邀功：业主您好，听到动静，怕后物业马上报警，确保您的安全。满意的话，请给5星好评哦。瞬间，许曼终于如瘪了的气球，垂下头不作声了。原本警方还怀疑他被熊超威胁，所以不敢说真话，不敢指控凶手。看到他对待我的这副凶神恶煞的态度，立刻释然了。朋友好心来帮助你，你倒好，挖个大坑想害朋友，好心没好报啊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渣女配恶男，
天生一对，这就是活该报应。随后这件事被定性为民事纠纷，不了了之。虽然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颜照是我的手笔，许曼看我的眼神里分明多了恨意和怀疑，大家心照不宣。那件事后，许曼就将我的拉黑，基本上断了联系。其实这也正是我想达到的局面。俗话说得好，好端端的人被恶狗咬了一口，总不能反咬回来报仇吧。这一次对付许曼和熊超这种恶人不能硬刚，我打算圆滑处理。本人大好青年，前途光明，而他们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，其实早从根上就烂了，稍有不慎，局面搞僵了，走到鱼死网破的那一步，吃亏的还是我。再次听到许曼的消息是2个月之后，作为在警方面前挺身而出的奖励，他搬离我们小区，如愿以偿住进了熊超名下的大别墅。我埋头于医学项目，想弥补上一世浪费的光阴。在听到许曼的消息是2个月后，和我们共同的好友闲聊，熊超的控制欲特别强，给他微信里的每个异性都发了消息，警告他们别靠近许曼，谁敢打他的主意，提刀上门伺候。同信他也没放过，要求和他对话不能超过3句，而且晚上6点后，即便是工作短信，都会收到熊超的脏话长语音。10几年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没能幸免，大家都觉得很冒犯，纷纷抱怨这2口子的奇葩事，切，弄得跟他是天仙似的，还人人都稀罕他呀。朋友的语气里充满不屑。现在他的朋友圈就2种风格，一边充满戾气，对天对的警告所有人，一边疯狂秀各种新款奢侈品，大钻戒、大黄金、大 house， 显摆他的富太太生活，特别像精神分裂。我听懂了，现在许曼已经被牢牢控制住，作为失去自由的回报，熊超大手笔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也算是各取所需。朋友先不好意思太直白的嘲笑，看我反应慢半拍，压根儿不知道这些精彩内容。他很惊讶，你不是他好闺蜜，对他掏心掏肺的吗？我摇摇头，曾经是的，现在不是了，他不值得。聊到这儿，氛围忽然有些伤感。嗨，那我就放心说了。其实上学那会儿，大家就挺烦他的，都是看在你的份上才勉强带他玩。许曼的虚荣心真是明显到路边的狗都能看出来，明明家里穷苦，非得攀比着买最新款，心比天高，居然还好意思看不起别人用旧款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很意外，摇着酒杯发愣。美丽的外表是一件稀有的宝物，而我不曾有拥有过。许曼那张脸没得挑，从小到大，她是被人瞩目的校花，而我是她身边帮忙传递情书的不起眼小妹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自卑的，和这样的美人站在一起，误以为更受欢迎的那个人是许曼。朋友撇撇嘴，也就你这个单纯的直性子会被他蒙蔽，他还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分分钟出卖朋友的那种。杰可提醒你，算起小心机来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以后做事情要有分寸，别哪天被他卖了还数钱。我低头将酒一饮而尽，苦涩的酒精刺激喉咙，我忽然有点想哭。这些掏心窝子的话，为什么上一世没有听到过？如果早些认清这个人，或许我就不会白白丢掉一条命。再次见许曼，我正低头读文献，他忽然闯进办公室，他张口直奔主题，帮帮我，我怀孕了。上一世听说她怀孕的消息，我本来是不打算插手的，保持友谊的第2条原则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奈何她男朋友委实一言难尽，他又不够成熟，这段恋爱关系更是不健康的，纯粹的利益交换，方方面面看来，目前的环境都不适合新生儿降临。作为朋友，我无法冷血的袖手旁观，于是我建议他静下心来，好好和熊超谈谈，毕竟胎儿是2个人的事情，他单方面做任何决定都是对伴侣的不尊重。成年人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可他听不进去，只会抱着我嚎啕大哭，单薄的身体抖得像筛子。小冉，求求你了，带我做人流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了，一定不能被熊超发现啊，不然他真的会杀了我的。看他这副可怜样子，我虽心软，却尚存理智。熊超作为男人，这种时候更应该陪在你身边，肩负起责任才对。可是如果生下孩子，我就真的永远锁死在他身边了。说着，他卷起了厚重的衣袖。作为医生，我已经见过太多血腥场面，以为心足够坚硬，可是当看到他手臂上居然新伤落旧伤，血淋淋的遍布疤痕，触目惊心，一股巨大的怒气不可遏制地从脚底直冲我天灵盖。盛怒之下，我脱口而出他期待已久的话：生个屁，畜生的孩子不能留，马上给我打掉。为了保障他的隐私，我做了充分考虑，带他去我师姐的私立医院，用我的身份证开病房，甚至动用私人关系，请了最好的专家来做中指妊娠手术，以确保他万无一失。出了院更是变身月嫂，换花样煲汤鸡汤鱼汤鸽子汤，让他好好做小月子。没想到一片真心竟是错付给了狗。这一次见他不请自来，我迅速紧绷起神经，进入高度警觉状态。许曼明显胖了许多，周身珠光宝气，首饰包包一看就价值不菲，但是气色极差。我尽量平复语气与他周旋，哦，没关系，恋爱期间怀孕再正常不过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生孩子这个事好恐怖呀。他双手绞着裙摆，一副渲然欲碎的小白花模样。你现在正处于最佳生育年龄，从生理角度上来说，完全可以承受怀孕过程。不过做母亲这件事，除了身体好这个硬性条件，更需要你在心理上做好准备。那你觉得我做好准备了吗？我不耐烦了，懒得再跟他兜圈子。亲，这边建议您直接跟男朋友商量呢，又不是我让你怀孕的，你爱生不生关我屁事。明明已经打定主意来找我做人流，偏偏把话头藏着掖着，还给我演上劲儿了，怎么的？那些丑话非得让我来说？我嘴开光了，他眼底闪过阴雾，忽然一吸鼻子，眼泪就哗啦啦流出来。小冉，我跟着熊超太痛苦了，他不仅控制我，还说着，他撩起袖子。上一世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没细想，这次我仔细观察他的胳膊，马上就发现端倪。一般来说，皮肤出现创伤，身体会立刻收缩血管以限制出血，又不是新鲜伤口，怎么可能还血淋淋的？
没料到我会细看，他慌忙躲闪着盖住疤痕，果然有问题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上一世他也是故意制造假伤口，蒙蔽的就是我医者仁心，不会忍心不管。老话说得好，能被你骗到的都是真正信任你的人。我拿真心待他，他把我当傻瓜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把熊超约出来，你俩面对面说清楚。他突然抓过我的手机，力气之大，我脸颊立刻被美甲划得火辣辣疼。我想都没想，反手一个耳光，重重甩过去。许曼被打懵了，捂着脸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我。你有病吧？不想帮就直接说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这是条件反射，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啦。曼曼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眼看他快憋出内伤了，硬是找不到还手的理由。对了，熊超打你这事儿可能有误会，不过孩子的事情吧，还得是你俩自己做决定，不必了。他恨恨地将手机扔桌上，摔门就走。我探出头去，亲眼看见他按下了录音的暂停键。原来今天唱的是一出仙人跳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他图钱，熊超有钱，线下又爱他爱得上头。按正常逻辑，许曼这时候给他生孩子，不就正好能稳固大房地位，顺利嫁入豪门吗？熊超是坏，但他也蠢啊，稍作引导就能拿捏，轻易不会动手。所以这孩子，许曼为什么非打不可？市区里稍上规模的正规医院，科室之间都有联网。我动用了私人关系，找到师姐，拜托让她帮我查许曼看妇科的诊断记录。看完报告，我对渣女的认知又刷新了一个层次，难怪身材臃肿，她不是早孕，而是已经接近孕中期了。算时间，起码3个月前就发生了关系，可那个时候熊超压根还没登场呢。许曼从初潮起月事就不准时，为此我也操了很多心，到处给她找医生调理，作用并不大。加上本身就是丰满型的身材，孕初期身体没什么变化，种种巧合导致她至今才发现这个大惊喜。师姐没找到她的入院记录，看来这一次没了我的帮助，她只能去莆田系医院开盲盒了。我在鱼龙混杂的医学生大群里发消息，我妹妹未婚先孕，离家出走，家里人都急疯了，哪家医院有许曼的就诊记录，还请知会一声。很快就有热心群众帮我锁定了目标，翻看家门口的监控录像，我发现他和沈怀川居然还有联系，而且是频繁来往。有一次他搀扶着许曼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，慢着点，别伤着我儿子。许曼艳嫌地将他一把甩开，滚，穷光蛋，先拿个100万再给你生儿子。沈怀川气急，好，你给我等着，做完这笔生意我就拿钱来换我的种。两人不欢而散。看样子孩子的亲爹是沈怀川无疑了，他打的是两边瞒的主意，一边稳住熊超，一边拖着沈怀川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胎儿解决掉，同时100万骗到手，随便找个理由骗沈怀川意外流产，然后美美嫁入豪门，走向人生巅峰。百密必有疏，即便被发现了也没关系。上一世他干脆顺水推舟，一口咬定熊超就是孩子亲爹，哄得他团团转，顺便让我送个人头。天空飘来好多顶绿帽子啊，不愧是高段位渣女，思路之清晰，手段之狠辣，让人佩服佩服。过了这么久逍遥日子，你也该遭报应了，不是吗？莆田系医院虽然医术一般，该说不说，服务倒是一流。圆弧形的医技大楼宽敞明亮，环境布置的优雅温馨，安抚了病患们焦躁的心。除了冰冷的病房和诊室，这里超市、餐厅、休息室一应俱全。我坐在3楼咖啡厅，点了一桌子美食。今日我胃口绝佳，对于死过一次的人来说，今日就是小场面。这个位置是我精挑细选过的，视野佳，但是有遮挡，属于我能一览无余，路人却很难发现我的战略要地。更重要的是，透过玻璃监控室的9宫格显示屏，能清楚看到妇科门诊和手术室的所有场景，真机智，不愧是重生的我呀！发送完短信，时针指向10点整，好戏开场。电梯门还没完全打开，沈怀川拽着公文包挤出来，他死拦住病床，眼睛里要蹦出血来。曼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许曼扯掉呼吸机，从床上跳起来，毫不客气地甩了他一耳光，啪的一声，清脆又响亮，引得路人放慢脚步。好你个沈怀川，狗尿喝多了，来老娘这里发什么疯？沈怀川面色灰白，却没做任何回击，只是伸手去探他的肚子。当感觉到孩子还在，他居然直挺挺跪下去了。一个大男人跪就算了，他居然还哭了，嚎啕大哭。曼曼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赚够100万就给我生孩子，你不能骗我呀！呜呜，这画面简直辣眼睛，难怪当备胎那么久没扶正，真是个没出息的怂包。他抱着许曼的腿，委屈的边哭边抽搐，嘴巴里还絮絮叨叨。要不是我妈说了，生了儿子的女人才能娶进门，我早就跟你求婚了。你肚子里这个娃娃可是我沈家3代单传呀，你怎么能打掉他呢？明明我钱都快凑够了。人群中指指点点，有人掏出手机开始拍视频。许曼气不打一处来，任凭他怎么尖叫痛骂，沈怀川就是不撒手。他火冒三丈，干脆揪着他的脸，左右开弓山巴掌，边殴打边破口大骂：凭你也想娶我？要不是有几个臭钱，老娘早就一脚蹬了你。我想怎么搞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吗？告诉你，老娘睡的男人多去了。这个孩子，我说他是谁的种，他就是谁的种。你给我排队去！越骂越上头，不知不觉间，他把自己的秘密全抖落干净了。转头，他发出一声凄厉惨叫。熊超提着刀出现在他身后，除了我，谁也没发现他已经在那个位置站了许久。许曼踢开沈怀川，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惨笑：老公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痔疮犯了，来做小手术，没用了。下一秒，两个男人激烈的扭打起来，
原本沈怀川并不知道熊超的存在，但只是一瞬间，他就都明白了。今日是生死之战，赢家才有资格占有生殖主权。劲爆的场面吸引众人举起手机拍抖音，谁也舍不得错过好素材。场面一片混乱，我放下手中的炸鸡块，视线被熊超那张涨红的脸放大占满，他眼球暴突，挥刀狂砍，不分敌我，已经彻底丧失理智，像极了上一世。我最后回忆里那些阴森可怖的画面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很快见了血。保安大队终于急匆匆赶来，他们用防护盾隔开熊超，将叠堆在地上的人一个个拉起来，才发现许曼已经昏迷了。经过抢救，他如愿以偿打掉了腹中出成型的孩子，同时医生遗憾地宣布，他再也没有生育功能了。什么？我不相信，我有钱，我命令你给我马上治疗，没了子宫，有钱人怎么会娶我呢？他彻底绝望了，身体渐渐从墙上滑落，最后散成一滩烂泥。沈怀川轻伤，他不再考虑结婚，老老实实回到他的舒适区，当个妈宝男。熊超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刑，但因为确诊精神分裂症被关进医院。许曼消失了，短视频在网上爆火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认得这张脸，他被贴上荡妇、渣女、时间管理大师的标签，变成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议论的话题，甚至被人肉搜索信息，和他交往过的渣男们也被如数罗列出照片，被投票选妃。最初他还反抗，人家骂一句，他10倍奉还，后来声讨太重，他最终沉默了。我似乎复仇了，但我总觉得喘不过气，于是我选择卖掉房子，辞去工作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这么好的单位挤破头也要进，我怎么就轻易放弃了？他们不知道，我已经失去了留下来的资格，不配做一名临床医生，因为我开始晕血。上一世，在意识模糊之前，最后看到的画面是大量鲜血从我腹部涌出，我的双手挣扎着，想用阻断法按压出血点，可已经做不到了。这一次，在3楼的咖啡厅雅座上，我清晰地看着许曼血从2腿间蜿蜒而出，在地上聚集成扭曲的形状，刺目的嫣红几乎灼伤了我的眼睛。这次牺牲品是一个未成型的胎儿，医者仁心，原来重生一次，我的心仍旧不够硬。复仇了吗？好像是的，但这让人不痛快，这好像不该是结局，可我无能为力。可以了，我想就这样草草结束吧。曾经血海深仇，今后一笔勾销。电话卡被我扔进火堆，从此这世上再没有证据能表明约2个男人同时来医院碰头的短信是我发的。我考上外省一所高校的老师，那是个慢节奏城市，潮湿温暖，四季如春，很适合避世。放下手术刀，我挽起长发，站上3尺讲台，一切回到原点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此刻仿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生。我只用关注学生、作业和食堂今日菜式，就这样单纯的度过余生。5年后，某天加班，深夜走出教学楼，才发现外面下雨了。正值倒春寒，冰冷的雨水夹带着冰雹袭来，我忍不住抱住胳膊打个寒战。忽然，一把红伞伸到眼前，持伞的手骨节分明，是个陌生男人。他身材修长，宽肩撑起一件硬挺的山本色风衣，可暗夜中我看不清他的模样，但能感受到他的笑容和善意。诺他偏偏伞，我皱眉不解，给你用。他强行将红伞按进我怀里，像是担心被拒绝，灵巧地闯入雨幕。经过我时，带起一阵木质香味的风。不用谢，顾老师，下次再见面，不许那么冷漠喽。鲜艳的红伞在冰雪中跳出一些温暖的生机。很久后，我才发现那晚遇到的男人是我的同事展阔。我不是感受不到暧昧气氛，可我没有勇气踏出去，少一个契机。今天下课，我的班长忽然留住我，欲言又止。他很小声地报告，纯洁的校园里有暗娼，还聚众吸毒。因为肩负安全职责，我不得不跟着保安扫黄，追踪到高校后巷，深入一条鱼龙混杂的老鼠街。我快没有勇气继续下去了，可校方还等我复命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最后，大家合力将一个身影按住，控制在肮脏的废品收购站铁栏杆上。那个下半身裸露的肥胖的女人被迫抬起头来，毫无预兆。这个人是许曼。对视几秒钟，她丝毫没有认出我。此刻她眼神浑浊发黄，头发肮脏敢沾，完全看不出曾经美丽过的影子。我终于意识到，她已经心智不清了。顾老师，怎么处理？保安向我请示，送派出所。我面无表情地吩咐保安，那是他最好的去处。等目送众人押送暗娼离去，我闭上眼睛，闻到春日里隐隐传来的樱花香味，手机震动，和展阔的聊天界面。顾老师，伞送你了，哪天能共进晚餐？我飞快按下键盘，今天全文完结。